最近大家都在聊黄金，价格又破纪录了嘛。但你知道吗？这件事可能跟比特币有很大的关系哦。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超有趣的理论，就是说黄金的走势搞不好就是在预告比特币的下一步。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最核心的问题了。黄金创下历史新高，这个讯号真的会变成比特币下一波大涨的那个发射台吗？有位分析师就提出了，你去看历史数据，会发现这两者之间有一个超级惊人的关联，而且这个模式早就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好的，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理论的关键，到底为什么黄金创下新高这个记录会被当成是比特币最猛的一个看涨信号呢？这个理论其实核心概念很简单，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黄金先冲，比特币跟上的剧本。就是说，当黄金的价格冲破一个新的历史高点之后，比特币的价格往往不会马上反应，而是会在大约半年到1年之后，也跟着出现一波非常可观的涨幅。听起来是蛮有道理的啦，但是数据真的支持这个说法吗？口说无凭，我们直接来看证据，回顾一下历史数据是怎么说的。你看从2011年、2020年一直到今年，我们看到黄金一次又一次的在刷新自己的记录。那每一次的突破，好像都默默的为接下来比特币的行情埋下了一个伏笔。然后你看这张图就更清楚了。当我们把比特币的表现跟刚刚那些黄金创纪录的时间点摆在一起看的时候，哇，这个模式可以说是相当明显。你看看，黄金创高之后的3个月、6个月，甚至1年内，比特币的回报率都非常非常亮眼。那我们把这些历史数据抓出来算一下，会发现一个中位数。也就是说，在黄金破新高之后的3个月内，比特币的涨幅中位数大概就是30%。好，那这个30%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到底代表什么？如果历史真的重演的话，这可能就意味着比特币在今年底的潜在价格是有机会去挑战14万美金这个水准的，很惊人吧？不过，先等一下，这次的情况可能不只是单纯的历史重演而已哦。现在市场上还有一个更强大的趋势在背后推动，那就是一股来自各大机构非常庞大的资金浪潮。这股浪潮有多大？我们来看个数字。光是那些跟比特币挂钩的交易产品，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ETP， 现在持有的比特币数量就占了市面上总流通量的7%。7%耶，这数字真的很可观。而且你去看，现在在买的早就不是1-2家公司而已了。你看，从 MicroStrategy 一直在加码，到日本的 MetaPlanet 准备要砸大钱进场，甚至连香港那边的大公司也开始买以太币。这已经是一股全球性的来自企业巨头和超级大户的吸筹浪潮了。所以我们参考的这位分析师就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警告。他说，随着这些大机构不断的进场扫货，我们这些散户想要靠比特币累积大量财富的那个黄金机会，这个窗口正在慢慢的关上。而且这股机构基金的热潮并不只锁定比特币而已。俗话说水涨船高嘛，这股大水也把其他的船都给抬起来了。特别是市场上第2大的加密资产以太币。我们举个例子，大家知道的矿业巨头比特大陆 Bitmain 最近就因为大量的买进以太币，直接冲上了全球企业加密货币持有者的第2名。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以太币在这些大机构的投资组合里，地位是越来越重要了。还有更夸张的，之前有一次，以太币的巨井大户们在短短24小时之内就扫了26万颗以太币，你知道那价值多少吗？超过11亿美金耶！1天之内。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哇，市场一片看好？
牛市要来了，对不对？先别这么乐观。一个好的分析啊，一定要看两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踩个刹车，聊聊在这个牛市氛围下，有哪些警讯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其中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警讯，就是比特币的价格跟它最大的企业持有者 MicroStrategy 的股价最近走势出现了分歧。你看，比特币跌了6%，但 MicroStrategy 的股价却跌了25%，跌得更快更深。这种价格走势上的分歧，就让我们必须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会不会是股票市场那边已经嗅到了一些我们加密市场还没反映出来的风险呢？最后，分析师还提到了另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加密货币公司，像是交易所啊、借贷平台啊，都准备要 IPO 上市了。这就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回顾过去的历史，当某个热门产业出现这种 IPO 的热潮时，这会不会就是市场快要到顶的一个终极信号呢？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